声落，镜头为证。你在干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一记淬炼，破戒而生，4轮演技试炼，12场小考角逐，12次影视化拍摄，22位无限议员，从青涩到从容，从碰壁到笃定。非常好，去了那边特别好。牛！太棒了，太棒，为你们骄傲！今晚所有成长都将破土，所有努力都将绽放。来，红幕将起，高光已至，欢迎来到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收官盛典。这里是由蚂蚁宝独家冠名的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收官盛典，我是主持人依依，欢迎大家的到来。成长是本季的主题，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无限超越班监制无限大家长曾志伟监制。哇哦！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的吴镇宇监制。他用好言好语点拨了所有真正热爱表演的人，有请郝蕾监制。他通过一次次的现场示范，成为了所有艺员的梦中情师。欢迎刘涛监制，有请3位监制。欢迎3位监制，请入座。接下来，我们的无限议员即将登场，掌声有请无限超越班全手师徒硬汉代表张伦硕、辛浩江。帅！硬汉登场，不同凡响，欢迎2位。有请无限超越班中用守护卡结下姐妹情，真诚守护彼此的尚新月、余音，都好美啊！这是白色礼服，哇2大美女。有请在无限超越班中成为荧屏情侣的张可盈、姚冠宇。哇，好青春哦！青春的2位继续用戏里的甜蜜来征服所有的观众，欢迎你们！无限超越班全体议员心中的男性魅力担当王铁柱，女性魅力担当谢依霖。有请在无限超越班中不打不相识的朱孝天、苏琪。朱孝天。欢迎有活一起整，有事一起扛的黄社钟美美。有请戏外相识、戏里生温，是青梅竹马，更是欢喜冤家的王格格吴天豪。有请在片场抱团取暖、相互鼓励的温情姐妹花熊黛林、黄婷婷。有请在无限超越班中凭借打戏天分让人眼前一亮的武打姐弟刘璇、开思远。有请曾经成为背景板又靠自己的实力绝地翻身的4位。来，1、2、3，我是刘雅月，我要学习。翻盘的故事值得最响亮的掌声，欢迎4位，请入座。美极，你真的美极了。议员们出场的时候，是不是都感受到了我们监制老师们给你们最热烈的欢呼声？谢谢老师们，太好，谢谢。这一季的无限超越班自播出以来，热度持续攀升，讨论度不断。CSM 71成收视率最高达2.947，连续多期位居全国周6档综艺第1。热搜持续霸榜，高能名场面频频出圈。截至盛典录制日，全网热搜超4500个，全网阅读量突破40亿，优酷站内热度破万，微博开分8.4，创4季节目新高。
谢谢大家的付出。近100家的主流媒体发文点赞，无限超越班用实力一次次的刷新高光时刻，一路超越。更要感谢每一位观众朋友的守候和陪伴，谢谢大家。今晚的收官盛典，我们将首次公开由4位监制分别执导的4部影视化成片。为了让艺员们的努力与优秀被市场更多的看到，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9位手握 offer 的资深行业制片人，他们将在现场直接向心仪的艺员发送工作邀约。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春秋时代影业创始人、董事长、出品人、制片人吕建明，海浪电影周首席运营官李穗，虎鲸文娱闪烁工作室总经理、国际艾美奖评委全香兰，虎鲸文娱网景工作室总经理、总制片人王景，摩铁集团董事、副总裁魏子熙，洞察娱乐合伙人、总制片人夏文阳。可印光年创始人兼 CEO 于科，中国新锐导演、独立制片人张立川，奇硕影业创始人兼 CEO、出品人、监制、总制片人张泽天。再一次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辛苦了。接下来我们要依次观看4部影视化成片，相信你们都非常的期待。首先，第1部来自吴镇宇监制的《下一步爆款》。因为上一次是个系列嘛，对于这部片有骂好啊、赞好啊，或者是有什么人觉得会影射他们，你就怪我吧。但是确实这个是我们团国里面对于娱乐圈的一些看法吧。好，读一遍。好，吕淑萍忽然开始大笑，然后将衣服都脱了。几个保安冲上来，将他面朝下摁在地上。淑萍笑了，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他说的是那些没演技的流量。哦，那说的就是咱俩。就勒这个人疯狂嘛，好不好？你别理那个逻辑，没有 OK， 没有逻辑的，没有逻辑。这是一部非常有诚意的作品，方导非常棒，编剧吕淑萍老师也非常棒，每个人都非常棒。苏姐啊，还在背词啊？看你有点蒙圈，不在状态了。对啊，我的脑子都宕机了。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来一口脉动，喝完直接状态拉满。太及时了，我现在真的是又渴又蒙圈。这个呢，就是脉动全新的3D 原动力，3重维生素加3联电解质，一口啊自然桃香，喝完马上脉动回来了。太清爽了，一口脉动，直接状态拉满。我刚在卡壳的地方肯定又可以捋顺了。我现在还可以加一场动作戏。那必须的啊！有了脉动拉满的状态，我突然好像也找到了男明星的感觉。这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方导非常的棒，吕淑萍编剧也非常的棒。这个也好，流量可以没有，对，但没有流量的流量，就不是真正的流量。对，好，可以，就是这个感觉。来，下一步爆款，我们还得继续合作啊！请来，刘老师，也行了。哎呦，首日票房1.7亿。预计票房35亿啊！谢谢。哎。后面人变态。哎呀，你写的这都是什么东西啊？谢谢。哎呀，都没人看。哎呀，谁看呀？你那些。我很感谢今天晚上这4位伙伴，他们都很给力。特别是张浩维，他用眼神激我，被他越激发，我就那个能量就越大。一群骗子，整个电影行业最后一点点骗。
找对人了。演的好吓人。我都说他找对人了。哇塞！我写这个剧本之前没发现，后来诶，就是他呀，太好了，我就担心他搞不定，但我知道他一定搞得定。阿达，他就是现场这个，没打你！他一放开就他不能安静一演戏的。哎呀，好。我差不多能跟上吧，就能知道他大概想要什么，拖着他的衣服，脚就一直跑。就他的想法很厉害，就是飞了，然后有时候拍一种拖影的这种人潮啊。然后有时候呢又是升格，有时候有长镜头啊。这个嘎吱窝偷一个镜头出来拍我，然后再走过来，这是谁想出来的东西？你们俩现在是一点不背着我了。姐，我去买咖啡。只有这个鬼才，他调的不是说是演员视角的东西，他会让我多一些导演视角的东西。主力给贾发兰，中美美影有了，不，好，这一直hold着给他。对。你看那个男的假的吗？就这样。吴老师就是超级有想法，然后就是超级跳跃，就盘着他。盘着他。你老婆这么大脾气，你说你是怎么跟他过的呀？我搞什么？什么原创不原创的？好无厘头。Action。吃授权书那场戏，你觉得难不难？挺难的，因为是纸，不好咽。后来我想了个办法，就是把它想象成一碗热腾腾的面，再滴上2滴长康纯芝麻油，那个香味不断徘徊，就好咽多了。是这个吗？哎，对，就是这个，长康100%纯芝麻油，非常香，长康1滴才能入戏到底。太香。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欢迎大家莅临
铁岭的动力首映礼现场，相信大家跟我一样，看完这个影片心情久久不能平复。有没有现场的观众朋友想要分享此刻感想的？我。好，这位先生。这就是我们等了50年的中国科幻。导演，各位主创，我代表中国科幻影迷，给你鞠一躬。这就是电影的力量。还有没有？这是一部让人重新相信电影的电影，它不是在娱乐你，它是在唤醒你。今天我在电影院找到了精神家园。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铁岭的动力出品人、磐石影业总裁钱途先生、副总裁周芷宁女士、导演方彤、原著作者兼编剧吕淑萍、男主角刘亮、女主角冰冰，有请。这个电影啊，前后呢，我们磨了1年多的剧本。我不停地在跟我们的各位主创说，要尊重每一位观众。今天看完了这个片子啊，看到观众的表现，哎呀，我心里边这块石头啊，算是落地了。感谢每一位观众对我们电影的喜爱。好的，我们金晶老师分享一下现场的拍摄感受吧。这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方导非常的棒，吕淑萍编剧也非常的棒。大家都非常的棒。看来这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来，刘亮老师，你来分享一下。有人说我流量不过只是个流量，但我想通过这部作品让大家知道，流量不是流量，流量可以没有流量，但没有流量的流量就不是真正的流量。每一位粉丝都是我的家人，我爱你们。粉丝也是故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专业影评人刘老师。我今年19岁，从业20年了，看过10万部电影，能让我竖个大拇指的不下10部。但是今天，铁岭的冻梨让我看到了我们中国电影载入史册的。等等等等，刘老师，什么意思啊？看打雷不下雨是吧？合同里写的很清楚，声泪俱下，我看得到眼泪才可以结钱，好吗？还有刚才发言那个男的身后为什么有空位？谁安排的？这么低级的错误，一会儿重拍啊！赵律，我实话跟你说啊，这片子我压根儿就不爱拍，纯扯淡。我跟你说，我就是为了那点钱。咱们下部戏，咱们就拍原创，不拍原创是人吗？不拍原创，咱对得起咱自己吗？你这话别让钱都听见，不让他听见怎么了？我当他面我也这么说。谁要拍原创？吕淑萍，你要拍原创，你拍原创是人吗？你拍原创对得起老板吗？你这不纯纯精神病吗你？行，老吕啊，来走，来，下一步爆款，咱们还得继续合作啊！来，吕老师。钱总，我那小说《洛阳的龙眼》改9回了，从洛阳改成铁岭，龙眼变成冻梨，我为公司挣不少钱了。然后呢？我想当导演，我要拍原创。导演可以，原创不行。为什么呀？市场需要大 IP， 投资方需要是能卖座的续集啊，对吗？续集才有市场，数据是不会骗人的，吕老师。跟我扯了，电影是市场的事儿吗？第一本书啊。公司现在想要将你的这个 IP 改编成 AI 竖屏短剧。你叫吕淑萍，淑萍，要拍淑萍吗？把这签了，我们一起发大财啊！对，发大财，来。那我就不签了。
李老师，这是你跟公司签的合同，白纸黑字写的非常的清楚，你的 IP 开发权和最终解释权都归公司所有。如果你拒绝配合开发，将视为违约，违约金是1000万。首映日票房出来了，首日票房1.7亿，预计票房35亿。哎，成本多少？对外宣称5个亿，实际上加上宣传才1.2。那咱们得趁热打铁啊！这次35个亿，那下次那不得翻倍啊？一定的。我是大导演了，大导演！我们去全帮我先走，感谢感谢您总。哎呦呦呦！看吧，老吕呢？哎呀，老吕，你庆祝的方式挺特别啊！一群骗子！哼，前途，你眼里除了钱还有什么？选演员不看演技，看流量。说的流量是咱俩吗？票房。他说的是那些没演技的流量。那说的就是咱俩呗。开幽灵场、供水军、刷分、控评，什么你没干过？你倒是说句话呀！打着拍电影的幌子，拍烂片，糊弄人。妈自己倒过得挺好。评疯了。等哪天，这张脸让你呀彻底撕碎了，彻底烂掉，我看你还拿什么捞钱去？保安进来！给我个机会。怎样给你机会？已经没得选，现在我想拍一部好电影。你去问资方，看他让不让你拍。那你就是让我死。我是平台。看，停，不对，情绪太满了，没有留白，酷就不对，没有听吴镇宇说过吗？来，再来一条，好不好？拍个好电影啊！现在大家都看短剧，没人看电影啦，神经病。律师说了，吕树平被鉴定为精神病。那也就是说，他现在是一个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他签的所有合同就都不奏效了。他在这个节骨眼上闹这一出，那我觉得他是装的。那他演的也太好了，昨天晚上我都被吓坏了。别，来公司多少年了，我的胆识你是一点没学会啊。你们两个现在是一点不背着我了吗？我去买杯咖啡。啊。等拿到老吕的 IP， 我再处理你和我的事儿。你误会了。行，那我们先处理正事。钱总，没问题。他是不是陈峰，我一测便知。
心跳好快哦。我漂亮吗？喜欢吗？不管你是真疯还是假疯，只要你跟我说我没疯，你对我做什么都可以。真的吗？真的。想做什么？我想找根猴皮筋儿，做个弹弓，打你家玻璃，打！前途，不是每个男人都像你一样好色的。周姐，要不你去试试吧？毕竟你之前那么懂他，我想现在应该也懂吧。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要不然先办正事。你老婆这么凶，你怎么受得了的？我不是来试你的，就是想来看看你。还记得10年前吗？你看。你写的第1个剧本，那时候我天天陪着你，我们就挤在这个小小的出租屋里，你守着一台旧电脑，我们整夜的聊电影，聊梦想。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再也不谈电影，也不谈梦想。你怪我越来越现实，我也怨你不懂得变通。嫁给前途是我一时赌气，我觉得你不在乎我，就随便找个人嫁。可现在，他跟陈可搞在一起了，全公司上下都知道。
我常常会想，真的好想回到10年前。你把短剧授权签了，就可以安稳脱身。我卖了公司股份，足够完安多日了。我们一起回到从前，好不好？路是你自己选的，后果你自己承担。护士，快来！干什么？老吕，既然你不知道该怎么跟我交流，我就用交流电好好跟你交流交流。电流经过额叶的时候，会失去意识，全身肌肉痉挛，很痛的。但你现在有个机会，只要你承认自己没疯，签下合约，就不用受这些罪了。你是小三儿，我电他。你签不签？不签。加大电量。我要配原创啊！原创不死！是吧？你们别要谢谢，老子不签！加重水吧！人民万岁！再加大点要不要？再加大点！不能再加了，再加就熟了。我没时间跟他废话了，石油白纸拿过来，这给他按上，不要动。我是神经病啊！曹律师，你演的真好，他们根本没插电。啊！我拿好！快跑！别动啊！追得正好好的，喊什么看呢？结局不能这么拍，这剧本从头到尾全是影视圈的烂事，没一个好。观众看完还以为咱们这行全是骗子、小三、精神病。我知道，那不是讽刺吗？知道你想讽刺，但电影不能光图痛快，你得给观众希望。来，就按这个来。来，哎，嗨，什么创作武功还得。搞什么？还跳起来了？这是春晚吗？我问你，你平时看春晚吗？这创作多有意思呀！这打破了国产电影没有歌舞界的空白啊！也对，类型突破，原创嘛。狗屁！观众花钱是看原创的吗？看什么啊？观众是来看 IP 的，一部拍完拍2部，2部拍完拍3部，3部拍完拍什么？拍正传，正传拍完拍外传，外传拍完拍前传啊！那得拍多久？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拍完前传，我们要第一部再重新拍一遍。你啊不对，你们仨继续给我追！追，跑！看，叫演员过来。哎，好嘞。搞什么？哎，谁是编剧呢？为什么要转来转去？这就是他意思，他要按卡，他又按卡，是什么意思呢？我写的就是观众喜欢看反转嘛。
那短剧1分钟反转3次，我们90分钟电影就要反转270次啊，资方要求的。哎，不拍了，放饭。好，放饭。放饭啊！让你演导演，你还真当自己是导演了？哦，不好意思，刚才我太投入演嗨了，不好意思。前面拍的都不够好，重拍，重拍。从哪里重拍？从电影首映那场戏重拍。哦，啊。哇哦，太多惊喜了！我觉得这个才是作品，真的是，它不断的反转又反转嘛，非常有创意的这个剧。我也是看到最后才知道，到底在搞什么。我实话说，我看完以后，我特别佩服做这个作品的人，胆儿挺大的。他真的是蛮有表达，蛮有精神，也蛮有功底的。这是一眼看去就是振宇哥的作品，对，因为振宇哥是导演意识和他的影片风格特别鲜明的一位导演，其实是很要求演员的表演的，就所有的人没有那种违和感、跳脱感，我完全没有跳出来，完全沉浸式的在看，我觉得这个就是集体创作的一个好的成果的展现。黄艺兴首先特别好。真的特别好，所以就是演员他永远有个适配度的问题。就之前那小考就不心疼你，就痛恨你，你明白吗？对，这个就是会让人很心疼你。我就觉得像给他量身定做的呢。是。编剧根据他每一个人的特色去写的，当然他们演得很好了，对。那有没有哪一位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让您觉得成长和进步特别大的？其实郝蕾姐每一年都骂我的演员的。哪有啊？我这个去年骂了，好吧？前年没有。前年也骂，骂不是骂我。专门跟你过不去。对呀，不。但是今年我觉得他们已经不是我的学员，是我的战友了。就我觉得浩维其实挺有特色的，演一个大老板很好。艺兴是本色演出嘛。黄艺兴老师就像火，张浩伟老师像水。正好张浩伟老师这种表演更能衬出黄艺兴老师这个疯狂。这部短片是一部完成度极高的作品，每位演员的表演都非常的出色。在这里呢，我特别想说的就是熊黛林。之前熊黛林给人的印象就是非常端庄的美艳的角色，但在这里呢是一个毒蝎女护士，让我看到了她在演技上的潜力和可塑性。新月，我觉得还是蛮惊艳的，就是因为我觉得那段文戏到沉浸的过程，到最后直接抽出来的那一段，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很惊艳，就是觉得你的情绪、你的表演都很到位谢谢。然后还有天豪格格，我觉得你们两个让我看到了我们平时合作不一样的一面，我会认真考虑搞个喜剧的。好的，我很喜欢这部片子，我觉得它既真实又荒诞，而且有很多的反转。这种片子是非常难制作的，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真的是从编剧到导演到演员到剪辑，其实都诠释的都非常的好。大家都在说反转，但其实真正好的反转可以做到的是情理之中，但是意料之外。我觉得这个片子的整个剧本结构在每一个节点上都让大家觉得，它好像很合理，但是到最后转的那一下又觉得，它是出乎我意料的。好，在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仿佛已经看到无数张 offer 在招手了。那我们先要有请最熟悉、最了解、最爱护他们的吴镇宇监制来到舞台之上，再继续向我们的各位制片人老师来好好的推荐一下你的艺员们。来，有请。谢谢各位，我们在现场没有调他们的戏的，因为我们忙住要拍戏了，没办法。艺兴就由他自生自灭啊！就熊黛林没想到看片的时候，他自己唱出个故事出来。还有王格格，我说你能主持吗？他马上来一个很能主持那个，非常有气质。对，因为完全就是来抢饭碗的。姐，我把话筒交给他了，我来了。对，你讲的动快，他跟在台上跑，就跟你今天介绍我们出场的时候就很神奇。
我们不是那个老师跟同学，因为我们共同战斗了2天晚上，拍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感谢大家哈，各位你们也是看到他们的可能性，所以尽量发掘他们的潜力吧。谢谢各位。那我们就看一下下一个爆款会收获哪些 offer 呢？接下来9位制片人老师，请准备，在我倒数3、2、1之后，请举牌示意。3、2、1，请举牌。哇哦！一共有6位制片人给到了工作邀约的 offer。那接下来我们先有请吕建明老师来到舞台之上，有请您。今年呢，我们9月份会开一部电影，叫《中国大饭店》，是关于外交题材的。目前外交部和中宣部都给了很高的支持。我想把第一个 offer 呢给尚新月老师。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陈香兰老师。这部剧呢是我们优酷和 TVB 共同打造的 S 级的悬疑类项目，叫《模范律师团》。想请熊黛林老师来演一个单元的女一角色。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景老师。这个项目是优酷的一个自制剧，是个古装传奇，叫《仙官有令》，是一个南屏大 IP， 是在场的一位学员给我推荐的这个 IP。哦，他很了解。浩伟哥吧？让你们猜出来了。浩伟，对，感谢2位。浩伟发现了这个 IP， 然后给我推荐了，然后我们评估就特别好，当机立断就拿下了这个 IP， 期待浩伟能加入。这等于是自己给自己找了的活啊！接下来有请 Andy 总。第一个是一个系列化开发的 IP， 我们有一个时尚圈的职场高管的角色，我觉得张浩伟老师非常合适，所以想邀请您。恭喜！然后还有一个 offer， 我代表那个高金喜老师，因为他今天有那个工作不能来到现场。在上次的交流的过程中，他其实就对黄一星老师特别的喜欢。他在今年年底有一部和摩铁一起合作的电视剧《安居乐业》，是改编自易北老师的原著，所以给黄一星老师。哦，恭喜恭喜一星！实在想感谢振宇哥。我想用现在一个电影里面的一句台词吧，一句潮汕话：想到无春天，你就是我的春天。邓武，怎么了？给邓武的情书，就暹罗没有春天，你就是我的春天，振宇。哎呀，我见到你也是春天哦，真的。好。再一次恭喜2位，接下来要为我们发上 offer 的是于科老师。第一个 offer 还是发给黄一星，啊，我想专门为你写一个剧本。哇，谢谢。第2部一个非常经典的小说 IP 改的，叫《飞流直上》，发给天豪。谢谢哥，也算是你们的再度合作了。是，然后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小说叫。怪你过分美丽，现在要开发它的短剧版。这2个 offer 呢，我想发给2位女生。好格格，哇哦！然后一位是新月。哇，新月也收获了2份 offer。好，谢谢您为我们发放了4份 offer， 非常的惊喜，谢谢。有请张泽天老师。我们这个是一个晋江的校园爱情的一个 IP， 我们项目的名字叫竹下。然后我想把我这个 offer 给尚新月。哇！谢谢。那我今天一定要来，是因为我还是这个节目的迷妹。哎呦，然后是我们的忠实观众，谢谢您。对，然后我那个天天都在磕吴镇宇老师和刘涛老师，我真的特别喜欢你们俩。就你们俩就是之前演的那个片段，我在第一次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
一下子磕上了，特别相信你们俩，就是传递爱情的感觉。然后我立刻就给我的同事说，我希望能有一个项目能够跟你们合作，然后现在已经在开发。希望邀请能够给我一个机会，可以跟你们合作。感谢。加油，吴老师。刘涛老师，谢谢，我真的特别喜欢你。谢谢。我多姐刘涛姐永远都是这样拖着我呀。哎呦，不是你们演的不甜，男人就没有魅力了，是吧？哇，你知道吗？就是刚才介绍你的时候说啊，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是这么说的吗？对。我一个人在那说什么？法拉利有什么用？还得要赛车手吧？哎呦，互相成就，你还得加油啊！你不加油，你跑不快。哎呀，谢谢。好，谢谢您为我们发放的 offer， 您请落座，也请刘涛监制落座。你在干嘛呀？我想把观众所有的周边拍下来，但是总是反光，我怎么拍都不好看。用扫描全能王就行。你看啊，轻轻一扫，自动裁边角，去反光比普通拍照清晰太多了，一键还原原画质感，而且它还有专属的证件模式，能去掉证件反光。办事上传、提交审核，一次就能过。这么全能，我之前一直用它扫描剧本，果然我对扫描全能王的开发度还不足10%。用法确实很多，撕拉片呐、拍立得呀，都扫得很高清。重点是它没有反光。那我家里有一大堆拍立得，这下总算可以好好保存了。可盈她一直都说她来了这里，退掉了几个工作，来争取这个学习的机会。我觉得吧，我会跟可盈会合作的。谢谢老师。因为我答应她的，所以谢谢你们，因为这个档期容易挪出来了。我觉得可盈真的很好。我说过在这个节目不想哭，但是这个实在是，我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我很温暖，很感动。说实话，真的，因为我其实我知道，就是当下，就是我不是因为没有 offer 而感到难过，因为我一直都会努力的找工作，我也会去努力的实习。但我是因为就是看到吴老师，因为其实我们当时拍完的时候，您就后来跟我说了，我当时就特别感动，所以我是因为觉得温暖，所以才哭的。对呀，谢谢你们留了可盈的档期给我呀，谢谢你。这是一份师生之间温暖的情谊，所以才让你流泪。那我们把眼泪收了，疯狂的再向振宇哥喊出你对他的感谢。吴振宇老师，我爱你。哎，谢谢。再一次谢谢所有的议员们，谢谢你们，谢谢，请落座。好，谢谢。然后您留步。哦，来，请您到舞台中央。有点懵，对不对？对。因为有一个专属于您的时间，您为我们的无限超越班付出了这么多。吴振宇监制在无限超越班留下了哪一些让我们非常惊喜的瞬间呢？来，我们请看大屏幕。表情是世界的共同语言，而吴镇宇的表情就是议员的脸色行事指南。心脏砰砰跳的，有点害怕，好像接近不了。每一道褶子都写了“你完了”，什么意思呢？你们干嘛了？那冲突在哪里呢？你们就是讲完台阶走人吗？搞什么了？搞什么呢？好嘞。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让我怎么弄？其实他已经发火了，我觉得。徐伟杰，你到底在干什么？你的台词是什么？走开啊！哇塞，太可怕了！表情的伤害值只是热身，他一开口，演员变伤员。面对镜头，你看什么？不是，拿起手，
蓝耀，等一下，蓝耀，你情绪去哪了？你刚才那个呢？不接戏啊！当。崩溃了，大崩溃。为什么是这样？骂是口口相传的经验带来的改变。哦，神经病了，你演得很精彩了，非常好，就要这个感觉。谢依宁，他抓得特别好，这个好。郑宇老师他太厉害了。我觉得他最好的地方在于，他是整个大局观的去这样去调配每一个角色。他虽然要求特别高、特别严格，但是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其实振宇哥骂我挺开心的，因为他骂我就代表他还是想管我的，你懂吗？这个意思。骂，继续骂。会骂多骂。恭喜吴镇宇监制获得会骂多骂的监制荣誉。请看一下您的左手边，此刻您给了他一个非常棒的角色的黄艺兴正在给您送上这一份荣誉。拿到这一份荣誉，有什么想骂的？你看他们多烂呢，不然我有什么那么多表情啊？那从第一天来的时候，这表情都是被他们就是气出来的。对呀，演得多烂呢，你看他们。但是我觉得你此刻说的都是假话，因为唯有眼泪是真的。你们看得到吗？其实我想讲年轻的同学分享，我曾经都试过改变我的性格的，因为好像不太会表达，人家也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你又是一个不太会跟人家交流的一个人，名气又没那么大，跟着好像你到有一点名气的时候，你想保住它，人家叫你，如果你再改一下、压一下，你就成为谁谁谁。但后来想，这么我根本不可能改的，所以我想你们不要为了什么去改变你们自己原生态的一个好处。当然不好的地方要听人家说，但没有伤害过别人的地方，比如说不喜欢跟人交流啊，或者有一些不寻常的想法，我觉得大家要趁着你们还在能发光发热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尽量发掘出来，因为这个地球在转的，搞不好3秒钟就到你们了。你看，如果你追着时间走，你永远追不到的，你在原地等他，他有一天就会挤上你那个时间，那个时间就是你们的，好吧？谢谢大家。这是一份长期的坚持，让振宇老师此刻有了这样的感受和你们来分享。实话说，我还是真的打心里非常崇拜他，因为他是真的蛮有才华的。这个才华也是随着岁月的积累，不是说他老哈，别笑哈，就是我说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非常丰富的人，他其实有很多的表达，就是他说不出来，但我特别能看得明白他。我非常珍惜能够认识吴镇宇老师，我真的你很棒，你是真的很棒。那郝蕾老师呢？你看，胜过千言万语，这眼神。我觉得振宇哥其实是一个小男孩吧，就是童心未泯的一个状态，然后那个思维特别的跳跃，就所以你必须得进入他的这个思想世界，然后才能跟他沟通。这是艺术家嘛，他很独特，就是真的就是在我心里就是表演艺术家。好，但接下来还有吗？有哦，擦干你的眼泪，然后把眼睛闭上。哦，好，不好意思。好，然后我帮您保管一下。我们全场一起期待一下会有什么发生呢？会有什么降临呢？3、2、1。
谢谢吴镇宇老师，谢谢，非常感谢，谢谢您为所有议员们的辛勤付出，大家都很爱你，我们爱你，吴镇宇老师喜欢这个惊喜吗？以后别再搞了，有人会突然间恨我就松开手就让我了。对啊，我就这帮学员真的信不过的，他们很恨我的。怎么会？好，在收获了这么多的感动和惊喜之后，我们要迎接下一部影视化的成片。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又可又蒙圈，一口脉动，状态拉满。本节目由脉动赞助播出。好，在收获了这么多的感动和惊喜之后，我们要迎接下一部影视化的成片，它来自刘涛监制的《向阳而生》。李珊珊这个人物呢，她是一个特别鲜活，就永远都是一个欢快的一个心态去面对所有的事情，是所有好朋友眼中的开心果。但是你这个痣好像越长越大了，你还是去看看吧。福气，校友还没有呢。你这福气太夸张了吧？我觉得珊珊带给我的是快乐，她永远像太阳一样温暖着我，所以她生病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猝不及防的一件事儿。这个复杂的情绪呢是对的，但是人不会一直都在一个情绪当中嘛。如果生病了，一定会想，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是吧？你要知道要生病了，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首先想这个病能不能治好，需要治多久？然后治疗费高不高，我自己能不能扛得住？对啊，因为一场重病其实对于普通来说，不光是一个时间的赛跑，它也是跟金钱的赛跑。其实疾病呢都是突如其来的，它不分年龄，所以提前做好保障很重要。之前我还觉得我很年轻很健康，不需要保险，但这次的剧本让我开始思考，当疾病真的发生的时候，手里的保障真的可能改变命运的走向。电影里虽然没有直接展示医疗费的压力，但现实中想要更有尊严的治疗，使用好药，尝试医疗好技术，都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是啊，就像蚂蚁保上的好医保医疗险，按照正确的操作就能够报销大部分的住院的医药费，而且还覆盖了很多的先进药械，能够让患者在面对疾病的时候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普通人确实要给自己和家人准备好保险，抵抗风险。快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为家庭增添一份底气。其实它是个沉重的话题，我还是希望让它的风格是积极的，轻松一点，大家有所没想到。我想遇见一个1.89米，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大帅哥。你醒了？帅哥！什么帅哥啊？我刚刚看见了一个大帅哥。其实这个角色还蛮贴合大姨妈的性格，就是因为大姨妈天天就是两眼放光，大帅哥，我希望你像短剧男主一样跟我谈恋爱呀，还要把你的少女心给演出来啊！不好意思，但是又忍不住，哇塞，老天爷砸给我的桃花运就各种，你知道吗？眼冒火花，就是你的桃花开遍了你的身体。而且涛姐很有耐心，把自己的表演经验呀传授给我，教给我，让我快速带入角色。姐，哇，那得脱衣服吧？那我就，哎呀，这也不，这哪儿都不舒服。医生，我这头不舒服啊，看看这也不舒服，你知道，就是来几下那样的啊，我胸口有点不舒服，还有点头疼。其实我最不舒服的是。你这是半身不遂了吧？好，挺好的，非常好，很好。感觉他前面就让他就这么闹一下，一会儿等到后面就有对比了嘛。给你一个小熊，给他吧。好可爱。
这场戏要演出一个病人，再结合精灵古怪的演绎，其实不太好拿捏那个度。涛姐为了将我带入角色，给我准备了这个小熊和这个裙子，让我看见阳光积极和人生告别、和好朋友告别的你啊！所以今天我把你们叫来，就是想记住你们每一张脸。我叫你们来，不是来跟你们交代后事的，我不是语气语调一直往下走的。你是非常阳光积极、古灵精怪的女孩，就算是要用告别，你都会用你的告别方式。就是想记住你们每一个脸。不要闭着眼睛说。老师，我就是怕我自己的这个状态太精神。你现在让我看的，你的眼睛都睁不开了，你现在可能视线都有点模糊了。好，你很努力的想记住每个人的样子，因为女主的经历我也经历过，虽然说这个程度不一样吧。当时看到那个癌的字儿，我就已经想录一个离世前的视频，要放在未来我的葬礼上。真的感觉好难过呀。我觉得你现在可以闭着眼睛稍微缓一下。我给你听一个我为你写的一首歌，来，我们找找感觉啊。我们不用刻意演虚弱，这是一个根本就没有长大的孩子，一个小花还没有长成一个向日葵，它就被折断了。10天以后，你就会失去了朋友，失去了生命，失去了爸爸。你就是一个最舍不得大家的人。老师给我听 BGM 的时候，我一下就带入到了那个角色。我希望记住你们，因为你们能给予我力量，让我很好的活着。我也希望我能给予你们力量，也很好的活着。所以你现在只想留给你所有的朋友们最可爱的、最真实的、最灿烂的你的样子，特别阳光，就真的像向阳花开了一样的一个表情，然后大家都感觉到了你的力量。我会在天上赐予你们每个人力量的。我叫什么？李珊珊。李珊珊，大点声。李珊珊，李珊珊。我叫李珊珊。完美啊，很好啊，很好啊，完美啊。虽然是有过类似的经历吧，不过还好上天给了我一个温柔的警告。我的脑海当中就是我不想让它变成一个很悲的告别，我就真的想看到一个向阳而生，是充满阳光的、积极的表现方式。微笑着向太阳撒下幸福的种子，遍地开花。愿你们平安，愿时光晴朗，我在远方，一切如常。影片里的黑色素瘤虽然很凶险，但其实是一种早发现就有机会治愈的疾病，而且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黑色素瘤也有了先进的新疗法。大家平时要多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并提前做好保障。蚂蚁保上的好医保医疗险能报销大部分住院治疗的费用，也覆盖了很多先进的医药，可以给家庭多一份守护。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稳稳守护自己的人生。
珊珊，你干嘛？小姐很好看，他俩干嘛呢？啊，手不疼啊！你俩干嘛？在这打 UFC 啊？我又梦见暴打前任了。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我买的呀。啊，还是你最好了。快点许愿吧。我想，哎，你这个痣好像越长越大了。你还是去看看吧。哎，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是什么？福气，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啊。吹蜡烛吧。许个什么呢？我要在校园里面邂逅一个1.89米、戴着金丝边眼镜的高知男。哇哦！跪下来对我一见钟情。吹蜡烛，吹蜡烛。快点！别吓我们！珊珊。你醒了？你谁呀？好帅呀！帅哥！我刚刚看见了一个大帅哥。你醒了？我这在哪儿呢？医院。你吹完蜡烛就晕倒了，把我们都吓一跳。那我怎么刚看见了一个帅哥啊？那不是梦，是你主治医生。哎，但那医生确实挺帅的。天哪，这么灵吗？这关注点都在帅哥身上，是一点都不担心自己的身体。哎呀，我那就是熬夜熬的。那他还来吗？来，人家一会儿过来给你检查呢。检查？怎么检查呀？用脱衣服吗？头有点不舒服。其实最不舒服的是屁股。你这是半身不遂了吧？你不懂。感觉怎么样了？啊？感觉我性恋爱了。医生，他检查结果出来了吗？病情比较复杂，还是等家属来了，我们再一块说吧。我看看。黑色素瘤。肿瘤？黑色素瘤？哎，不就一颗瘤吗？切掉就好了呀。黑色素瘤跟我们平常见的肿瘤不太一样，它随着血液流到哪儿就长到哪儿。所以不是切掉就没事了。
还说不哭，然后结果呢？拍的确实挺。哇，每个人都带着非常投入的情感，在感受这一部片子传递给我们的力量。我觉得这个会奢侈的片段，让人感觉到我们怎么去面对生命，因为生老病死都是必须经过的，但是你从容的面对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这次我们每个导师都拍一个戏，都有他的一个意愿，一个想法。这个是刘涛老师对人生的一种看法。从刘涛走进去，看到大岳表演是所有东西就来自你的内心的，这个你也掌握得很好。因为我是第一次说当监制或者在监制期前完成一个作品，从刚开始写剧本，到订每个人的衣服，包括买道具，包括所有的一切，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每一个人的毕业答卷。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再去指导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就不是我们的无限超越班的毕业答卷了。我是释放，让大家所有的发挥啊。对，我就照着你自己想的，甚至我说，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你想要怎么演你就怎么演。在这里边，大岳还是可以的，就是整个基本状态都是生活的、自然的，啊，在你从来没有表演经验的情况下呢，完成这样，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跟新月也合作过了，就是确实是这个哭戏特别拿手。但是我说的他拿手，不是说他瞬间可以哭出来，而是他真的是真情实感，就是他会非常快的调动自己的情感的，这个蛮好的，首先，这个片子就是想表达的，其实都表达出来。那我觉得离不开刘涛老师的心血，对，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子真的完成的非常的好，在看的过程中，我们真的是有笑声，有眼泪。演员上面，大岳我觉得是演得最好的。我记得我们在市场答疑的时候，你的问题是说，你能不能演戏？从这个片子来看，不是你能不能演戏，我觉得你天生就该吃演戏这个饭。对，谢谢老师。然后，冠宇就真的是一个非常帅的男生，而且他的这个帅，在这个可能国内这个市场上也是比较就是稀缺的类型的帅，对。首先我得向刘涛老师带领的这支主创队伍表示致敬，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悲剧，但是我在这个悲伤的片子里面，其实我感受到最大的力量是生命和热爱。每位老师表现都很好，那当然里面有很多瑕疵，但我觉得那个是我们来到这里是来学习，包括我们在内是来一起守护成长。谢谢老师。那接下来就要有请刘涛老师来到舞台之上，来为您悉心呵护的这一些艺员们，更多的邀请制片人老师为他们发放 offer。谢谢大家。其实大家是真的非常真诚，而且我比较感动的一点是，不管是一遍又一遍给每一个人搭词儿，每一个演员的状态是100分满格。他不会说留给我自己的时候我满格一点，给别人搭词儿的时候呢，他就用30分，不是的。因为毕竟是无限超越版，我们是在守护一个成长，我们没有办法说什么是最对的表演，什么是最好的表演。但是此时此刻，我相信大家用了最真的表演，所以我很谢谢每一位。谢谢老师。您对他们的呵护更真，而这一份真诚的守护能收获多少份 offer 呢？3、2、1，请举牌。哇，同样也是6位制片人老师举牌要发出自己手中的这个 offer。首先有请全香兰老师。这是我们平台的一部 S 加级的当代爱情剧，我想把这份 offer 发给
林大约是一位女制片人的角色。谢谢。接下来有请王景老师。我们有一个涛姐之前出演过的《星辰大海1》，马上我们要做《星辰大海2》，请大月。我真的太喜欢你了。谢谢。另外一个，我带着忐忑的心情，请涛姐考虑一下。谢谢。出演《星辰大海2》。哎，如果我要是有这个邀约，那我是不是还能带点就是我们的演员？可以可以。时刻心系着你的艺员们。好，谢谢，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接下来有请夏文阳老师。我今天想要把这个 offer 给到尚新月小姐姐。哇哦！接下来的有一个是我们《秘密基》的编剧写的年代戏，有请于科老师。我的这个发给冠宇项目呢，叫《偏偏注意你》。好，我会努力加油的，谢谢。有请张立川老师。我想把第一个还是一样的大月老师。哦，谢谢。然后黄可玲老师，我们要拍的是一个2个女人之间不公平的故事。然后第3个 offer 我想给新月老师。谢谢。我们另外有一部关于国安，讲这个国家安全的故事。有请安迪总，魏子熙。我第一个姚冠宇老师。哇哦！这是一个头部的现偶导演张孝安导演，我们一起开发的一个原创的悬疑爱情故事，饰演一个反一的角色。然后大月是我的12多团员。谢谢您。哇！婷婷有一个戏，安居乐业聚焦上海的一个都市女性群像故事。哇，恭喜！期待接下来更多。对，拿到手软了。对，我们就好好的在每一份工作当中展现出不一样的自己。也再一次恭喜大家，谢谢，请落座。接下来，我想问一问议员，你们心目中的涛姐是什么样的呢？谁来告诉我？哎呀。我觉得每次靠近涛姐，就感觉像一团温暖的水一样，然后紧紧地裹住了我们。然后我想给涛姐说的是，我现在眼睛也睁开了，然后仪态也变好了，然后我希望以后能够成为一个像你一样优雅的女人。谢谢涛姐。因为我跟老师说过，我说我真的缺少一点点自信，我也不知道我行不行。吕涛老师跟我说：“你怎么不行啊？你是可以的。”所以说今天感谢您的知遇之恩，未来我会踏踏实实演戏，低低调调做人，不辜负老师对我的期望。谢谢你。谢谢。我特别感谢涛姐。涛姐就像一个太阳一样，无形的在给我注入很多的能量和勇气。我也准备了一只向日葵，这是我早上起来包的，它也像我们的剧名一样向阳而生的生命力。我希望涛姐以后永远闪闪发光。谢谢给我。快展示一下，好可爱。谢谢老师，永远发光。你也是。我也想说一下，好嘞，涛姐，我特别想说我爱你。哦。谢谢。我觉得你真的像天使一样守护我们大家，就是每字每句的在指导我们。接下来我一定会像您一样努力，把你当做我的榜样，肯吃苦，能干，加油！谢谢涛姐，我们爱你，加油，新月。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涛姐，而每一个都是我们挚爱的涛姐。而且在无限超越班，我们开出了很多隐藏款的涛姐，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刘涛是一个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会开出什么样的他。他可柔可刚，人敌不过天命。你不就喜欢我这个德
个性嘛。他可甜。天哪，要命！哦，没事没事。他可飒。他可太多了。等一下，衣服重要还是人重要？连猫儿你抢了。我走了，我可以的，我求求你，我可以的。对此，大家只想对涛姐说：涛姐，你这情绪说来就来，真的太难了，太难，太厉害了，超级细，好厉害！涛姐的眼神戏太牛了，还得是涛姐，涛姐女神在这儿。我觉得涛姐真的就是演什么像什么。涛姐她其实对于每一个女性角色，她是有着爱意的，她没有说因为你这个人物在这个剧中是个坏人，她就要把你调得很低、很矮的那种感觉，没有。她是个白面女王，这一瞬间可能想到的还是侠女吧。想看刘涛老师演那种卧底吧。涛姐就是这种非常霸气外露的这样的打女，我觉得太霸气了。慧眼多眼荣誉送给我们的刘涛老师，谢谢谢谢谢谢，你是我们的神啊！谢谢谢谢老师，来抱抱，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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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谢谢，哎也抱抱。你们最爱谁？好姐。谢谢。其实我也很幸运能够来到无限超越班，能够认识在座的各位真的很棒的老师。如果说所有的学员们、老师们，你们跟我在一起，觉得我还是个比较有热情、比较有安全感的人。我觉得我们彼此的心就更近了一步，我觉得以真心换真心是我活在这个人世间的一个格言。那我也希望我把所有的一份真心和祝福送给所有我们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的伙伴们，因为你们真的是付出了很多。所以我也很感恩大家，谢谢你们，也谢谢你们的认可，谢谢。接下来的这个影片，让我们共同期待是来自曾志伟监制的《一念》。据说我们的每一位议员都学到了拳到肉的功夫，来吧，让我们一起欣赏《一念》。武打真的是我们中国电影最厉害的地方，也是我们中国电影的骄傲了。我希望他们能够拍得好，让观众耳目一新啊！这次我们6、7号拍啊，但是我2号就来了，就开始练了。今天要请了师傅来跟你们培训啊，让我们有请赛里佛的第6代传人陈仲泰师傅来。Hello， 大家好。新加班的兄弟们来，这些兄弟待会都会一一帮你们过招。好，辛苦，加油。咱们先正压，1、2、3、4、5、6、7、8。你也太软了吧！我现在已经很硬了。你连手放不到吗？好，可以换呀，可以。俺的娘嘞！腿都压开了是吗？非常开。他们废了。我这辈子最开的时候。八卦他练他的掌法比较多，掌非常深，这样基本上是这样深。对，练习套招的时候，第1天是最难的，因为是记动作记得很困难。前2天大家就基本上都是在熟悉动作、记套招该怎么打。武术招式训练跟我们舞蹈不一样，对，现在这个习惯就要靠新的肌肉记忆，对，所以说我觉得是需要适应、需要练的，这个是最大的难点。对了。我进攻了，我和美琪姐一块儿配合打戏的嘛。
一天我们的套招就下来2/3了，还算不错。柱子，你是男一啊？啥呀？对啊，他从一开始就打。铁柱太不容易了，他是这里面的主角，他要学很多不同的拳法，他打4场，他的招式很多，他不能记错，不然就受伤了。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玩意儿没有啥克服，就在这练，就这么简单。两边一起练，摊手、直手、冲拳，就是肌肉记忆，拿出来就有。帅一点啊！把身段拿出来啊！来，看那个地下蹲低一点，来试。哎，对，还有用力一点。哎，把力量打出来。我和美琪姐是第一次拍这种打戏，对于力度的控制，两个人其实都不会控制。1、2、3。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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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慌不慌。为什么松手，对不对？在松手之前，先放地，然后再松手。明白，就2个小白从头开始学嘛。OK， 不错啊。我们有很多翻身、旋转各种的技巧，我觉得好难啊。看，你们2个不贴的，这个手打不到，贴着被走吗？手停，棒！你不要，不好看。放。对，再来。把这些东西放到镜头面前，每一遍必须要很真，必须要打出力道，这样在那个镜头里看起来才是真的。这个可以。1、2、3。OK 啊。很好，拍得很好。很好。哇，好好看啊。OK。感觉太棒了，这不是无限超越班，这是极限超越班。真是无限超越了。极限超越。一串炮仗。我其实不是第一次接触武行，但是我这一次是第一次接触这么杂家的戏，在这个里面有虎、鹤、螳螂、猴，然后鹰、洪家拳。我觉得中国的武术博大精深，我觉得 OK 哦。你为什么啊？刘璇这场戏非常难，但是后来出来的效果我非常满意。其实每个人表现都非常好，比如说舒淇，哇，没想到她的腿还有她的腰那么软。幸好这次加出来的一个道士，里面有落腰、转身，跟一个剑往下来，我觉得挺有气势。每个人都拼了命去把这个任务完成，所以每个人出来我都是满意的。但是还有一场渔警的打戏非常难。哇，这是钟小雨，488语。拍打戏第一要素自信，自信。我就是会打，我就是能打。自信，对，就是这么说，绝对自信。你就是最能打的那个。看打好了，打不好有人武行兄弟遭罪。OK， 非常好。薛景侯他演这个咏春大师，打出来的力度啊，整个姿势啊，尤其是他转手那个时候摆这个 pose。我觉得都很有戏。杜雪，海哥。我爹守了一辈子的名声，
让一个逆徒给败了。要讨这笔账，得先见一人。秦姑娘让我来请燕先生，至于怎么个请法，看燕先生。那我要是不去呢？我怕您出不去了。那我倒是想试试。转告秦姑娘，我请她明日来金楼见我。话，我一定带到。燕先生怪有意思的，非要争个你请还是我请？练武人常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你来见我，不也是要争个说法吗？不是争，是讨。燕先生，有人败了我们家名声，我想讨回来。秦姑娘想为秦家讨的，不只是个名声吧？劝我的话就不必说了。你爹生前说过，拳可以砸，心不能砸。我劝不住你，但你想讨的那人，自离开你秦家门之后，虽没进过一门，却学了一身的杂拳。各位前辈，若方便，请搭个手，自当我送秦姑娘一份礼。没问题。燕师傅，我最年轻，我先来吧。
请。请。单换掌是单刀，双换掌是双刀，步伐一掰一扣，有64种变法。秦姑娘，同门不同路，我这手陈氏八卦打的是柔掌，您瞧好了。柔有千姿，刚藏一寸。四姐，好功夫。是燕先生抬举让了我一手。老姜来向燕先生讨教一下。昨天请我你不打，今天倒要交手。请。形意拳奉岳飞为祖师，所谓脱枪为拳，钻、劈、蹦、哈、横。咏春听桥，好功夫。不愧是在秦姑娘身边的人，你的半步崩拳也不赖。在擂台上是过手，在擂台下是过命。形意拳霸道，千万别轻敌。该轮到我了吧？九姐，你怎么个打法？一串炮仗。红拳，分定寸。我打杂家的。九姐，原来你喜欢偷桃啊？我还要取猪呢。九姐，承让。杂拳杂路见效了，燕先生果然厉害。多谢各位前辈费心。
爹，你说叫我放下恩仇，去过好日子，但这仇不报，我日子好过不了。今天请您回来，是想让您亲眼看着您的东西我拿回来，咱家的权我讨回来，好叫您在底下合得上眼。师妹摆这么大阵仗，大过人的秦老爷子，贤惠一点。该烧香烧香，该吃饭吃饭，该干的事情一件也不能落下。你欠我们秦家的，今天必须还。你要的东西在我身上，来拿吧。当年那招老袁挂印，是我爹传给你的。如今当着他的面儿，我替他讨回来。牛二，说话。那天，老爷子跟我说，他这门绝活，老袁挂印。挂印的关爱再回头，当时我没听明白，我以为是他慢了。秦家的东西，我还了。把话说清楚，不是你还的，是我讨回来的。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人生每一幕都有蚂蚁保守护。南希，告诉我，你的病不是真的，我不允许你生病。他这个病可以治啊，医药费也可以报啊。
你不是买了好医保吗？人家就这么一个小病，让你给演成了绝症。不过癌症、心血管病，麻医保、好医保也能保。麻医保、好医保，大病小病都能保，医保报完还能报。可以报啊，可以报。哇哦！哇！好看，好看。完成度好高啊，这个才叫完成度高。太棒了，质感好好啊！接下来，我们先有请非常棒的参演艺员们来到舞台之上，有请。我感觉还有全封，我得买一个蚂蚁宝才敢站在他们身边。我先说，因为我这还真挺激动的看的。所以说，这个一个演员身上一定要有活儿，要有真功夫，要有真演技。对，一亮出来的时候，哇，每一个人都让我眼前一亮，然后又一亮又一亮，我都不敢认你们了，太棒了！我要站起来致敬一下，了不起了不起，真的，致敬所有人，真的很了不起。首先，这大师级的水准，在1天半不到2天的时间能够拍出，这至少得要半个月才能够，至少半个月才能够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精品，而且还有这种功夫，其实是针对每一个人去设计的，这真是呵护成长，让大家看到你们的可能性。以后可以说，哎，王铁柱，我不是只能演孙悟空，对吧？雪饼猴，我还能演功夫片。对，这多厉害啊！是，然后真的我很喜欢刘璇的那个掌力，那个力量，哇，太牛了呢！这种包括这个小舒淇，哇，惊艳到哇，那一字马就下去了。小舒淇也是，哎，你讲这段对白，挺有杀气的嘛。单换掌是3刀，双换掌是2刀，就整个人都沉上来，挺不错呀。开戏员就是我见过最好的开司员了，真的。超棒，好突破，就你有气沉丹田的感觉。对，我们爱看的武侠就要这样，有一个这样的度，在画面上才好看。而且张伦硕也真的是帅，大家都尖叫了，只是功夫太烂嘞，这是打2下就被打跑了。其实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有15招，还有来来回回的腿啊什么，但到最后再不倒下，天光就亮了。我最后跳那个玻璃的时候，就已经出太阳了，就没办法，就快死掉，就这样。但伦硕，我真的觉得这一季看下来，你真的要多演戏。其实你的能力蛮强的，而且多种多样。就你打也是那个样子，我也相信。然后你演喜剧的时候，你还挺喜剧的。对，就不要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呀。好不好？对。然后我现在看完以后，我觉得那个朱孝天，其实你真的可以多留这个胡子，哦，多有型啊，多有味道啊！他突然一下就成了一个师叔、师公、师爷的那种范儿哈。然后我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在想，哎，这怎么拍个大合照美极的功夫呢？我还就在想，结果你看，就等到了最后一段，我觉得它呈现的真的非常好，真的是针对每一个演员去做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这个我觉得真的要特别感谢一下曾志伟老师，他在现场带我们练习的时候，整整6个小时，他没有坐下，然后他每一个人的动作他都去看，每一个人动作他都会想办法去让他镜头上好看。对呀，高一点，均高。其实我当时在听他聊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开心，因为他眼睛里一直在放光。对，特别配，这一点我也深有感受。就是我看志伟哥的眼神里面，一到动作戏是放光有火的。这个我们觉得我们大家真的欠曾志伟老师一个很大的敬意，真的谢谢。天哪，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导师肯定都想向志伟哥致敬，太厉害太厉害，真的，1天半的时间拍出这样的戏，我觉得无法想象，是让我又看到了超越班给我带来的这种超越和可能。
所有的老师们出来的时候，我真的一个都没认出来，尤其是思源，我找了很久，我在想，我说那个角色是谁演的，就完全无法想象。然后铁柱老师，如果不说的话，我真的以为您就是武行出身或者是动作演员，所以真的要向你们每位致敬，谢谢。好，谢谢您。很惊艳啊！我们拍了很多军事动作电影，我觉得呢，1天半对我们来说，可能一场大点的戏都拍不完。这位老师带着可能大家都不是很有武术功底的一帮演员，能做到这样的完成度，真的相当的棒。对，好，谢谢您。接下来，曾志伟老师邀请您来到舞台之上。首先，我很感谢我们所有演员，非常谢谢你们，因为每个人都下了很大的苦功，把这个完成。那水秉侯他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他是很刻苦、孝顺的一个人。无论是武行啊，他们打了1天都不累，这武行跟他打3招就累了，因为他很狠了。女生呢，我就要求一样东西，你会不会跳舞？因为要美感又身段。所以，然后呢，就他说他是学过舞的，他是学过舞的，这个是全球冠军，这不用。刚才他那个镜头，他不是翻跟斗吗？我说哇，厉害，一个镜头，叭一拿，好看，好厉害。开园的时候很难得，他去上海自己花钱找了一个老师，天天在家里练，然后他来了现场打给我看，我说 OK， 很像。因为他模仿力很强，而且他很用功。你能表演丧尸给大家看吗？有一次他来看，有2个丧尸，我说你怎么演丧尸？你演一下。丧尸1号看到了前面有一份郝蕾老师送出的饼。太厉害了，这个腰比我们腰还软。有东西。所以他不只是一个舞台演员，而且他对很多都去摸索很多不同的，我都觉得他会是一个很好的演员。然后这个是舞痴，他会吸人拳。那我们没关系，舞台都在震。开始了。这个太逗了。然后还有一个是，他说我从小就练过舞的，啸天。他说后来他就打他从小练过那几下，打出来很像样。所以每个人的完成度都非常高，所以希望制片人能够想到再拍一些动作片，想想他们，这些都是非常可以打造的这些好的动作演员来的。谢谢曾志伟老师，不仅是把拳拳到肉的真功夫交给了艺员们，更是一份拳之心在为他们保驾护航，真的太感谢您了。那我们就来期待一下9位市场制片人会发出多少份工作邀约的 offer 呢？3、2、1。请举牌！哇哦，哇！一共有7位制片人老师，哇哦！都举了，我们来举一个。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有请吕建明老师来到舞台之上。我们这个里面叫中国大饭店，对，是外交题材的。第1份我想给朱美吉。哦，美吉，恭喜！谢谢。期待合作。第2个呢，就伦硕。哇！加油！哇，伦硕。有请李穗老师。我这部电影呢是今年纪念香港电影节成立50周年，我们公司和香港电影节一起发起了一个叫“亚洲故事新时代”的计划，是一个中式恐怖片。第1份是给我们美吉老师。哇，谢谢。
然后第2份呢，其实我是看完了所有的片子，我以为这位老师还会再上台，结果发现没有啊，这份是给辛浩江老师的。啊！对，来过来，浩江。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太好了，太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全香兰老师。我手里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和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合作的重点精品悬疑犯罪类的反派角色 ，offer 给到铁柱老师。哇！来到无限超越班的舞台，真是应了那句话，什么都是有可能的。下面那个项目还是叫青湾行动，缉私的，也是跟公安部合作的。我觉得铁柱一脸正气，可以演一个警察。哇！太期待了。伦硕也给我很大的惊喜，可以在我们这个戏里面演一个黑帮的，到时候用铁柱来抓你啊！谢谢。在这里呢，我先发了2个 offer 呢，就是我们正在筹备的这个 A 计划1930，这是一部年代动作，发给思源。对。开源耶！谢谢老师。然后第2份呢，我想发给小田老师啊。哇，谢谢。然后呢，我其实想邀请所有这个咱们意念的这个成员组，希望在节目之后呢，有机会给你们有量身定做的项目。谢谢。谢谢。然后我的项目呢，就还是刚才说的竹下，第一个 offer 是想发给刘璇老师的，出演的是一个单亲妈妈；另外一个 offer 是想发给苏琪的，刁蛮千金的角色。谢谢。我这个 offer 是想给思源一个公路片，一起合作。我跟张挺导演，接下来有一部古装，觉得铁柱老师非常适合其中的一个角色。谢谢。然后我也想把我手上一个 offer 给钟美美。哇！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小时候就看到你小时候演戏了，我相信你的艺术之神是非常伟大的。谢谢。谢谢文阳老师，谢谢。发 offer 之前特别想说一下，因为这季叫守护成长季，其实今天一天看下来，真的是看到了大家的成长。然后第1份 offer 我发给美纪，谢谢。个原创的悬疑爱情故事的女二。然后第2个 offer 我发给苏琪，一样是这个原创故事的一个角色。好。然后第3个 offer 给张可盈。哇！恭喜可盈！谢谢您，谢谢，也谢谢我们9位制片人对于我们艺员们他们辛勤付出的表演的肯定和认可，再一次感谢你们，谢谢。接下来专属的时间要交给曾志伟老师，我们先请各位议员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面，谢谢。也再一次恭喜各位拿到了属于自己的 offer。我们今天的呈现都是来自于大家长的保驾护航和榜样的力量。那也请各位来分享一下，在你们眼中感受到的曾志伟老师身上的高能量时刻，来吧。谢谢曾志伟老师，谢谢您对我的这一份认可和肯定。还有对我的这一份托举，我说超越班是见证着我的成长的。您说的一句话特别感动，我说我想通过这部片子，让更多的人来去找你演武打戏，想让更多人了解王铁柱，他还挺厉害的，他不只会演孙悟空。谢谢你一辈子的恩师。谢谢。铁柱很简单，其实当你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注意你，使你10岁出来养家，孝顺爷爷，对不对？然后你出来工作，不忘本。只要你不忘本，还是这样子的话，永远都有贵人在身边的。谢谢老师。
到底坚持和热爱能带我们去向何方？我相信在曾志伟老师身上，我们已经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就让我们一起再来深深地铭记这一些珍贵的画面吧。请看，加油！谢谢老师。在无限超越班里有这样一位监制，他不仅很爱跟学员们打成一片，他还很爱跟学员打成一片。他是卷着身体走了，不停的这样刷，砰砰2大块，砰砰砰砰砰，全推走完，找查看，他要打得响亮，闪，鼓掌，砰砰一踢出去，打得漂亮。身段拿出来啊，手伸腿就斜了，对。他可以这样子的，杜鹃要跟他在一起。曾志伟老师，他又是武行出身嘛，给了我这种很多经验上的帮助。他真的是好敬业啊！70多岁他能下场来教，真的很佩服曾志伟老师，他身上的武行这种韧劲，是太难得了。眼神就是会打多打的监制曾志伟老师。不仅是会打多打，更是把这一份热爱无限的延续。来吧，我们有请铁柱，把这一份我们最崇高的敬意送给曾志伟老师。我相信铁柱也会带着曾志伟老师和我们郝蕾老师、振宇老师、刘涛老师对你们的这一份呵护，继续行稳致远。无限超越班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地方，因为能够让更多的学员们、让观众认识，让更多的制片人赏识他们。整个节目里面真的看到他们的成长。我们4个导师其实都很像，看到他们好像自己的孩子去学校得到了成绩表一样，每个人都毕业了，以后又都到工作了，所以。感谢大家，也恭喜大家能够来到无限超越班，因为你们已经无限超越了。谢谢老师。辛苦了，老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曾志伟老师，请落座。接下来的这个影片，它来自郝蕾老师监制的《挚爱》。无限超越班第4季正片，每周6周日20点20分 ，VIP 更新上下集 ，SVIP 每周6提前24小时即可观看下集内容。5月23日起，每周6同步上线会员衍生、无线电台、无限特辑，解锁幕后更多趣事。每周日12点上线议员采访间，听议员聊聊超越班那些事儿。每周一12点不定时掉落加更版，观看影视化完整版等更多精彩内容。周中未播花絮、议员 Vlog 等不间断更新，锁定优酷。本季的无限超越班诞生了很多的名场面，看优酷就用酷喵TV 畅享大屏好内容。结婚了，哎呦！今天你也是我的新娘。老太太，谢谢你啊，黑山帮。本班是成立4季以来最和谐的一班。这是我唯一一个综艺说不想说再见的综艺，更加坚定了未来想要继续在演员这条路上死磕的这颗心。我不只会唱歌跳舞，我还可以演戏，在这里学习到什么是表演。我们顶峰相见，谢谢各位，谢谢。获得无限瞩目议员的是，无限潜力议员的是，无限超越议员的是。微博搜索“无限超越班”话题页参与讨论，解锁更多节目名场面与幕后故事，赢独家惊喜福利。他就说：“这个是，没得救，没得救。”说是，来呀，没时间啦，哎呀，你要做什么？哎呀，都是这样子的，就这样嘛，对不对？有多困难？看 ，OK。其实我觉得，最近在看到振宇在骂他们是挺好玩的，哇，天翻地覆，跟他们打，好像还没播，在2个人在电梯，让我们整个场都哇哇叫了，真是。